上半集跟大家分享了房车过美加边境的前期准备和过边境的实况，这下半集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查看自己在加拿大的旅游签合法滞留期，加拿大国家级景点的年卡，露营地找寻软件的使用。 P 代表可以停车，绿色小松树的就是那种可以 dry camping 的地方。手续费只有4/1000的国际通用储蓄卡。如何办理加拿大的手机号码 And what's the address up here? I don't have one. Should I just make one? 加拿大的物价水平。哇塞，小金土豆我还是第一次见，金土豆是4.99块。1号公路的路况，加拿大的免费公共露营地。喜欢这个地方，对，因为就是靠着湖，然后上面就是月亮。然后你再近点看，就全是蚊子。夏季的湖边驱蚊方法，40%的驱蚊了。我刚下车的时候觉得就是蚊子在我耳边唱交响曲，现在的话觉得蚊子在我的远处唱交响曲。一切信息的获取就从温哥华的公共图书馆开始吧。这是一个公共中心，图书馆在里面。这儿还有健身房，连上他们的 WiFi。我找了好几种 phone plan， 一种就是像这种在加拿大境内使用的，35加币，它是只能在加拿大使用。然后另外一种呢，就相当于是漫游，像 Mint 的漫游的话呢，它是可以在加拿大免费使用，但是我查了一下，它只有大概3个G 的高速流量，所以这个是不太够用的。然后还有一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它是加拿大、美国通用，然后也是54 GB， 这个是$34每个月，你就可以在加拿大和美国2个地方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实体的 SIM 卡，但是我现在需要一个 eSIM， 我没有办法有地址让它给我寄新的卡，所以我可以直接开车去，这边大概3000米就有一家。去看一眼呢。还有一点我不确定的就是到底我能待多久呀？我跟他说的是我要在这边待至少2周。看他在官网上面说的是，如果你的护照上面没有得到一个盖章的话呢，你就可以待6个月。我刚翻了一下我的护照，没有任何的这个章子，然后我也忘记问了，就是我走得太急了。他说你可以走的时候，我就很兴奋的我就走了。我其实应该去 Visitor Center 看一下，然后问一下他到底给了我多少时间，但是确实忘记了。这样看来的话，大概就是可以待6个月吧。加拿大的各种国家景点网址是这个 parkscanada.ca， 美国是$80一年，这个是75加币一年，便宜很多。在1年之中呢，去80多个地方。去阿拉斯加这个景点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就想我是尽快的这样直接过的，然后再慢慢的从 BC 的东部，因为很多的景点像班夫国家公园之类的都在这边，然后从 Montana 再进入美国，然后一路南下，然后进入南美。对，这就是我的计划，还比较的遥远现在，但是目前为止知道的就是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这个行程大概是这样，快的进入阿拉斯加，然后出来过后再慢慢的游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就是这个 Campandium， 我一般是手机上，是我在网页上方便给大家展示。Filter 这边就可以选你要的选项，比如说它的价格呀，你需不需要充电呐，你需不需要各种各样的设施呀。我一般是直接把这个价格调到 free， 对，就是即使是 free 也有很多的区域，然后它是美国加拿大通用的，我当时很意外发现这一点。我在美国的时候用的时候，我在想加拿大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APP， 可是我发现它在加拿大也完全有，所以我看一下墨西哥有没有呢？墨西哥也有。P 代表可以停车，大概就是高速公路停车的地方。绿色小松树的箭头呢，就是那种可以 dry camping 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就是在美国区域，它的这个是有评论的，就是不论怎么样，它有很多的评论和照片你可以看。但是在加拿大的话，就是一般没有什么评论，所以我是这个地址复制到 Google 地图上，然后在 Google 地图上面再看评论。今天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的话，我特别喜欢湖边，所以我要找一个湖边的点。它就是在高速公路旁边，然后我这边还收藏了一些点，就是我一般都喜欢把要去的地方
提前收藏到，不一定要去，但是就大概知道，比如说走到这儿就说可以去这里，如果不小心开过了呢，又可以去这里，反正很随意，看当时的状态吧。现在的话就先要去把我的手机卡办好。现在是离线地图，提前要把地图下一下。Head south. 我想来尝试一下用这个卡，我3月份的时候就办了，它从银行转到这个卡的手续费大概是4%，非常的低。然后我的 Plan B 呢，就是我的 Visa 卡，选项的时候到时候选当地货币，而不是你本身的这个货币，比如说美金，它就会便宜一点，但是还是没有4%便宜啊。然后我没有带现金，所以去试一下能不能支付成功吧。入门就是这个 Freedom。 Hi, I need a phone plan for both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m driving to Alaska, so that works in Alaska too. And what's the address up here? I don't have one. Should I just make one? Yeah, because we need a Canadian address. Can I use somewhere near this address? Yeah. Are you not staying up here? Or? I'm not. Okay. And this is the card you want to use for the payments? Yes, I hope it works. Yeah, it should work. So we'll just do the first payment today. It's going to be just the normal plan, and then the SIM card is also a little bit higher the first month. So today will be $54.88. Where can I check my account information online? So they'll text you like the link to it, and they'll text you the PIN number to log in. Okay, got it. Perfect. That's your copy there. Okay. You're all good to go. Thank you so much. 让我来研究一下这个小票，39的 Plan 10加币的那个 SIM 卡，10加币是多少钱呢？现在对这个钱的数字没有概念了。这个 SIM 卡本身就要7刀。这个 Phone Plan 的计划是29美金，人民币的话就乘上7，我觉得便宜很多。因为在美国29美金只能买到大概35 GB， 这边可以买到50 GB， 确实便宜很多。我在不停的流泪，因为这个阳光就是很刺激眼睛。我发现我的眼睛很敏感，就是这种阳光下面开车，我就会一直的流泪。我觉得特别好，就代表我的那个卡能够用。这样它手续费就非常非常低了。它是个 debit card， 它是储蓄卡，所以你就是钱转在里面，你就可以用。而且这个 APP 里面，它不光是加拿大，它是好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可以，墨西哥、南美那些国家都可以。它超级多的那个目的地都可以使用，就是很简单，把你的银行卡的账户直接转过去，然后就可以存到以你目的地的货币的形式可以存到那个卡里了。这个能用实在是太好了，现在就一切都很丝滑的解决了。我想一下啊，然后哭得没完没了。有了信号，然后有了支付的方式，有了可以住的地方。现在就是对这里的油价还不是很熟悉，到170多是指的什么？看一下加拿大这边的物价是怎么样的。这个超市看起来很有异国他乡的风情。是加拿大币的白蘑菇，买一盒白蘑菇。菠菜2加币这么大一把，0.68加币的香蕉，0.99加币每磅的桃子，2.88加币1磅的猪肉，来点大蒜。牛油果确实便宜一些。草莓2.44加币1磅，莲白在哪个国家都很便宜。来的小番茄，芝士价格跟美国差不多。哇塞，小金土豆我还是第一次见。为什么要用金箔纸包住它？金土豆是4.99块。拿盒鸡蛋，来个椰奶。牛奶上原来既有英语包装，也有法语包装，是4升，比1加仑还要多。这边的这个酸奶都是这么大的一瓶，它没有小桶的。我要把东西放冰箱，这边已经非常热了。一会儿再加个油的话，就应该这基本的生活要素就齐了。对，一切感觉很丝滑，非常的顺利。目的地是在这里。现在外面非常的热，下午4点钟，这里的天气是33摄氏度，好智能啊！就是这边突然一到加拿大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公制了，连手机的天气预报也变成了摄氏度。
加拿大1号公路的大部分路段属于单车道公路，一旦发生严重意外，道路被封锁，就只能掉头绕行。整个返回来，然后从9号公路这边开始上1号公路，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好热呀！开车一定要小心，尤其是这种天气非常不好，开车的状态就会很不好。在穿越加拿大的过程当中，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因交通事故道路封锁的情况。最严重的一次，我们一群人在高速公路上原地等待了6个小时到凌晨。那天晚上我只好睡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故事我之后再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但是回忆起来，这些旅途上的失控情节是最有意思的事情。169，我觉得应该是169加币每100升的意思。哦，169 cent。好的，明白了。20 Canadian for pound for $20 should be ready for you, please. $20。哦，他们也说是$。So you guys say the dollars too, right? Yeah.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day in Canada, so I thought you guys use like 10 Canadian. No, just $. Okay, dollars. Got it. Press the green button that's saying $20. 油没加满，我晕。我忘记了，我忘记我充的是加币，我起码应该充个30才对。15 more for that pound。差不多吧。不要有蚊子，不要有太多蚊子就好。那里有一个房车，然后这是一个地图，现在应该在这里，然后这样一路上去都是可以泊车的地方。3号很靠近湖，7号看起来也不错。道路状况是这种石头路，刚才是水泥路开过来，然后是那种一跛一跛的那种石头路。现在变成了这种平铺的石头路，我感觉好走很多了。在那里是一个营位，然后面对湖，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营位，这是另外一个不靠湖的营位。喜欢这个地方，这个营位就是靠着湖，然后上面就是月亮，然后你再近点看就全是蚊子。今天就到这里来住吧。这种小亭子原来就是卫生间，里面就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驱蚊胺有用哎，40%的驱蚊胺。我刚下车的时候觉得就是蚊子在我耳边唱交响曲，现在的话觉得蚊子在我的远处唱交响曲，但是没有蚊子靠近我。对，这就有一个，还是被咬了，但是有用，确实有用驱蚊胺。我现在走在外面就感觉驱蚊胺好像一个保护罩，把我保护在里面一样。我对蚊虫叮咬的这个感觉太熟悉了，之前在395上那个温泉旁边简直被咬的记忆犹新，所以那个之后我就买了这个驱蚊喷雾，吃一堑长一智。然后他们在我身上停留的那种感觉我也很记得，他们只要一停留我就马上知道有蚊子在我身上。但是我今天还是被咬了包，因为拿出来的不及时，我应该
我应该就是在开门之前就赶紧喷的，没有想到这边这么多蚊子。不过现在好多了。变得好凉快呀，这里。